思念你，就仰望天际，祈求老天让你平安顺利。很少提及，我多孤寂，不想成为牵绊你的压力。太累了，就微笑想你，疼惜你的辛苦，你的独立，不停绕着地球飞行。 是你给我奋斗突破的勇气。我们的爱千千万里，越是不容易，才越懂珍惜。如果不是无法日夜相依，怎么会能把握分秒相聚？ 命运给再多的撞击，只让爱更有意义，有更多情景值得去回忆。我们的爱千千万里，越是不容易，才越懂珍惜。 如果不是无法日夜相依，怎么会更把握分秒相聚？周老师，这位小姐想跟你学流行音乐钢琴。那我们先出去吧。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老师？我们教流行音乐的就是他了，没有第二位。因为我初学一点基础都没有，这个老师会不会很凶、很严格啊？不会啦，被他教过的学生都夸他是好脾气呢。很难做决定吗？吓我一跳。啊，对不起。 小姐啊，是怕你太凶，她会怕。要不然你先试上看看，如果满意的话再报名咯。这样可以吗？周老师都这么说了，我能说不可以吗？我只能说，我们音乐教室本来是没有这种例子的。总要有人开先例的，我们就优待一下这位小欣小姐吧。啊。 周老师，黄芳慧，怎么啦？是不是上课有什么不懂的？不是课堂上的问题啦。那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只是要跟你说，我去柜台缴过学费了。哦，所以你对我上的课还算满意啊？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考虑，是因为我实在不懂，不是因为小心或小气。 小心一点是应该的，我也是开玩笑的，你别放在心上哦。那我先赶回去上班喽。再见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啦，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啰嗦啊？每次都耽误到你时间。不会啦，你有在上班吗？你是不是也是利用午休时间来上课啊？是啊，那我先赶去上班了，老师再见。哦，再见。你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小子利用上班时间把妹，
太不像话了吧？好，我了解了解。约好了，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好，11点钟，样品屋见。我一定会准时到，放心。好，我会准备一份计划书，根据他的年龄需要，介绍给他适合的商品。好，我知道，别那么客气啊。好了，不要讲太久啊。好，晚点打给你哦，拜拜。妈，我讲个电话，你这么晃来晃去干嘛？家里有室内电话你不打，拿个大哥大一直讲，很贵耶。就讲这几分钟，花不了多少钱的。积少成多。妈，你儿子这几个月的业绩很好，你以后就可以过好日子。不要计较那几分几毛的小钱，我们格局要放大一点嘛。什么格局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小钱也可以累积成大钱的。你这观念早就过时了啦。回来啦，回来啦。爸。囧如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啊，下午音乐教室啊，打电话叫他去代课，他临时跟我请了1个小时的假。他最近请假的次数好像越来越多了。音乐教室那边啊，好像还蛮倚重他的，连午休时间啊都找他过去帮忙了。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耽误你的公事啊？现在还好，可是长久下去啊，肯定不是办法。我再找时间跟他说吧。爸，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不要找囧柔进公司。我早就猜到他不会专心做的，你就不听啊。凯文，那我们囧如，珍珍，你在煮什么？怎么有烧焦味啊？哎呀，我在卤东西啊。那不都烧干了吗？哇，葡萄哎，好久没吃。哎，不要碰，是给妈的。哎，女孩送了吧，拿这个讨好妈，太寒酸了。哎，你不用没事找事啊。我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啊，你要上班就规规矩矩的上班，不要这边打混摸鱼，这样对爸不好。毕竟你是空降部队，他这样很难对同事交代啊。打混摸鱼，你又看到了。我就是看到，我还看到你在泡妞嘞，还想耍赖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交几个女朋友，我管不着，就是不能利用上班时间。我又不稀罕去爸公室上班。对，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我最痛恨就是像你有这种心态的人啊！你一定是嫉妒我才说这种话。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次看看啊！凶什么凶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爸找我去他公司上班，你心里不是滋味，就把气出在我头上。啊！你不能打人啊！我就打你啊，怎么样？哎，干什么？放手！住手！住手啊！凯文！凯文！凯文！哎呀，都流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都几岁了还打架？凯文先动手了，他用黑金刚砸我。凯文，他是你弟弟啊！爸，你问他对我说了什么？说什么？他能说什么啊？兄弟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需要这样伤害对方啊？凯文，你用暴力就是不对啊！哦，那他言语暴力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你这野蛮行为还说别人啊？不管怎么样，你出手打人就是不对。对了，都是我不对啊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一件对的事。凯文，周凯文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啊？他。
凯文这个囡仔，自尊心足强嘞，伊嘛是想要得到因爸母的婀娜，嘛是想要得到因小弟对伊的尊敬。伊就是想要甲做足好，但是做袂好啊，所以毋才用白种的方式，就是亲像你讲的，应喙应舌，起家动手，这就是伫暗坎的心肝内啊一种脆弱伫咧。敢讲你拢看袂出来？囧如伤口擦了药，没事了。你没事就好了。我们刚才都气过头了，现在冷静想一想，应该要给凯文一个说话的机会了。我问了囧如了，好像是因为你让囧如去公司上班的事情，凯文一直存有心结。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当初草率做决定，没有顾虑到凯文的感受，的确有欠考虑。我就是想到了爸以前跟我说的话，我才感觉我的决定伤到了凯文的自尊心。平常囧如对凯文的态度也不对，太骄傲了，偏偏凯文又那么敏感。那这就是我们平常疏忽造成的连锁反应啊！他们两兄弟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是毕竟孩子还是孩子，我们当初应该先跟他们做沟通的。那我每天看他忙进忙出的，好像对现在工作很投入的样子，我哪知道他会在意？结果，真的是我疏忽了。几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。爸早就提醒过，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教育他。我们指责凯文，让他在弟弟面前失了颜面，好像是我们不对。可是他动手打人，我们也不能不说他。难就难在这里了。以后我们都应该互相提醒，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么冲动。是啊，刚刚我们对凯文说的话都太重了，他这样忽然跑出去，我实在有点担心。都超过门禁时间嘞，怎么大门被锁住了？今天不回家了。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对，看来真的是有可能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别提了啦。对了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冰水啊？渴死了。有，我去拿。思强，哦，我知道，我出门的时候门会锁的。拜拜。糟了，玉洁。
事吧？你怎么样啊？痛啊！对不起，你忍耐一下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哦，走，小心小心啊，小心了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小心小心。这份资料就让你带回去做参考，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再跟我联络。好，谢谢你介绍。不会，谢谢。来，请慢走。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周凯文，我认识。什么？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谢谢，小心，小心。坐好，小心。先躺下。谢谢。还好人没什么大碍啊。谢谢你。啊，你有事就先去忙，这里有我在，没关系。哦，好。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络。还有这个医药费，还有修车的费用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会负责到底。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大家运气不好啦。周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要再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让你好好的静养，我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拜。再见。你运气还不错哦，马上就有病房了。拜托，我是谁啊？我是周刊。哦。好了，少说2句。你怎么样？肚子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我去帮你买。我不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大的客户，偏偏遇上这种事情。没事啊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你先好好的养伤，养好了才可以出去冲业绩啊。我刚刚就是冲太快，所以才会出车祸。还解释？你就承认自己睡晚不就得了？手机都没开机。我昨天根本没回家，黑金刚没带。没回家？去哪？你放心，我不是跟女朋友约会。我才懒得管你跟谁约会嘞。你又没跟我见面，我哪来的女朋友跟我约会啊？什么跟什么啊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全世界最懂我的人，只有你。你不要紧吧？会不会是车祸后遗症啊？我去帮你请医生来了。不用去了，我们正式交往吧。谁晓得你说的是真的还假的？等你脑子清醒了再说。谢谢你啊！如果凯文有跟你联络，再麻烦你请他打电话回家。好，谢谢。还是找不到人啊？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这个凯文啊，太不像话了。应该是凯文打的，我来跟他说。喂。哦，凤如啊。这礼拜不回来没关系。您外婆跟你满月阿姨去花莲旅行了，你下礼拜回来，他们也回来了，你刚好可以去看看他们。啊，家里一切都很好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好，再见啊。
你看，还是凤如贴心，不管怎么样都知道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。哪像那个凯文，出去啊就像丢掉，回来像捡到一样。我觉得凯文他心里不好受，所以才故意躲着我们的。要不要打电话回去跟你家人说一下，免得他们担心？不用了啦，我也不想。用我的电话打。不用了吧，我家人根本不会在意的。怎么可能？我爸忙着做生意，我妈呢，除了上班啊，就是去慈济。还有我弟啊，热衷玩他的音乐，大家各忙各的生活，我才不想打扰他们。那是你平安无事的时候啊！如果他们知道你车祸受伤，拜托，你不用为我操心了 ，OK？昨天，你要不要进房再躺会儿啊？玉姐，玉姐，让你陪了我一整夜，你都没回家好好睡觉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你不用跟我客气啊，不陪你我反而不放心。你该去上班了吧？不急，晚点再去没关系。我去帮你问问看护士能不能出院了。麻烦你了。早，周先生早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除了伤口有点痛以外，其他都还好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，担心的不得了。对了，我要买早餐了，吃早餐。谢谢。我要买你的，你们一起吃。谢谢。啊，谢谢你，你太客气了啦。周凯文先生，可以出院喽。谢谢。谢谢。帮我去办出院手续。等一下，我看了还是我去好了，这医药费应该我来出了。赖先生，其实这次车祸我也有错，玉姐，麻烦你了。那你们先聊。周先生啊，这样子说不过去了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被我撞到的。你没有追究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你了。像医药费又不让我出，我真的会很过意不去了。赖先生，你不用担心，这笔钱不是我出，是保险公司会出。什么是保险公司啊？小心小心。坐。哦，好。我有参加保险公司，所以可以申请理赔啊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有这么好的公司吗？简单的来说啊，我每个月负担一点钱给保险公司，那一旦发生事情呢，保险公司就可以负担一些费用。就像我这次出车祸啊，我不用付任何1毛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
听起来好像很不错。其实保险呢有分很多种，看你要针对哪一项做投保。像是你可以替车子做保险啊，到时候你的车子如果受损啊，保险公司也会赔给你。哇，真的这么好？那我有兴趣要参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人可以帮我介绍？我是做这方面的业务。哦，就是你哦，那太好了，那以后就麻烦你了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要投保，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份适合你的保单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那下次要是换我被撞哦，那我就不用担心了啦。你看看我这一高兴啊，就胡说八道了啦。大哥，买保险是给自己做保障，当然平安无事最好嘛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了。你看了我这个乌鸦嘴哦，不能乱说了，不能乱说了啊。终于知道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没什么，我看看。这是我的报应。凯文，你妈是关心你啊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说清楚，为什么受伤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应该很庆幸我受伤吧，这样就没有办法打囧如了啦。你讲的什么话？凯文，你爸昨天啊，为了等你，等到睡在沙发上，哎，你还讲这种话？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爱听啊。既然这样，又何必说？你为什么那么冥顽不灵啊？我们是你的父母，不是你的仇人啊！你给我站住！话还没讲完呢。喂，哪位啊？玉洁。哦，你找凯文啊？好好好，请上来。你怎么跑来了？药忘了吧？不好意思，特别让你跑一趟。医生有特别交代，3餐饭后要记得吃，而且啊，你要多休息，伤口才会好得快哦。小姐，进来坐啊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好，我是凯文的朋友，我叫玉洁。哦，你好，你刚刚拿什么药给凯文啊？这，还是让凯文自己告诉你们好了。凯文，究竟怎么一回事啊？也没什么啊，就不小心被车子撞了一下。车祸？所以你身上的伤是这样来的啊？你这孩子啊，车祸那么大的事，你也不告诉我们，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伯父、伯母，你们不用太担心，凯文出一点皮肉伤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。好了，要上班，我送你下去吧。伯父、伯母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再见啊。走吧。原来是车祸住院了，才没有回来。车祸住院，也不让父母知道，他就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？他是在跟我们赌气啊！赌气也要看时候啊！脾气又硬又倔，从小到大一点都没有改变。好了好了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嘛。我再找时间跟他说。
爸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你该不会特别上来，没什么话跟我讲吧？我想听听看，你对这个家到底有什么不满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你说呢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我还特意上来一趟，难道是要听你说什么言不由衷的话？好，那我就说实话。如果有什么不中听的，你不要见怪。自从我爸阿妈过世以后，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家是局外人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让我把话讲完。没错，我从小就让你们头痛，功课没凤如好，嘴巴也没酒如甜。你们忽略我是应该的。我不敢奢求我有多大的成就，让你们引以为傲。炯如去你公司上班，接爸的生意。我知道爸你有你的考量，这个结果我也不意外啊。我也很祝福他，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把你对他的期望不当成一回事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所以你才动手打他？我只是跟他吵了几句。好，那吵架呢，本来就立场不同。我先不论谁是谁非，但是我要说句公道话。炯如之所以没有珍惜我给他的机会，是因为他志不在此。他是被我逼去公司上班的，他喜欢的是音乐。凯文，这件事情呢，全怪我决定的太仓促，也没有先跟你们兄弟商量，我考虑不够周全。我跟你道歉。爸，不要这样说了，是我跟炯如之间的事。不是，真的是我不好啊，害你们两兄弟起了冲突。凯文啊，你听爸说，这件事情我们就当它没有发生过，忘了它，谁都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爸，那至于炯如要不要到我公司继续上班，我也会尊重他的决定。这是你跟炯如之间的事情，我没意见。我不会，我也不想进你公司上班。我是说真的，不管有没有发生这件事情，我想法从来不会改变。人家说知子莫若父啊，我很惭愧，我还不如你阿公来的了解你，怪不得你这么想念他。我不懂这什么意思。没事。同样的，我也会尊重你的意见。人各有志嘛，强求不来的。那将来你们三兄弟谁来接手我的公司啊？随缘了。凯文啊，你阿公阿嬷最疼的就是你这个长孙，你不要让他们失望啊。我知道。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，我跟你妈也做了检讨。长时间以来啊，
我们忙于工作，忽略了这个亲子关系。以后我们会改善的。爸，我也该反省了。有时候我做事情太冲动，下次不会这样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在我跟你妈眼里啊，你们3个兄弟都是一样的。你不是局外人，相信我，永远都不是。不好了，满月打电话说妈在花莲心脏病发，现在送进去加护病房了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那我们现在马上去花莲呐！哎，我也去。你还有伤，我跟你妈去就好。可是，好了，你留在家里，家里就留给你照顾了啊。爸，那你们路上小心，有什么状况随时打电话给我。知道了啊。满月，妈怎么样啊？到底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啊！满月，你快跟我们说啊！满月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快说妈到底怎么了？不要吓我们好不好？赶快说啊！满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老太太的家属，请问她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？老太太送来医院的时候，心跳已经停止了。经过我们的急救以后，虽然已经恢复了生命迹象，但是她目前仍然还在昏迷当中。那我妈她能醒来吗？她的心脏停止了2分钟，还能救回来，已经算是奇迹了。至于她能不能够醒过来，目前还不能确定。短暂的缺氧有可能造成器官的损伤，这一点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小姐，起来，你不要救我妈！好，小姐，你起来。你干嘛救我？小姐，救人是我们医生的天职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一定要救他。姐，我们来这里几天了？3天了。妈会不会？妈真的醒得过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妈上礼拜有叫我回家一趟。妈叫你回家做什么？她给自己买了一件寿衣，叫我回去看。我看了真的好难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跟我们说一下？妈不让我说，她还说，等到她走了以后，就拿了件寿衣给她换上。原来妈早就在为她的后事做打算了。她说她自己先准备好，以免她走的时候我们措手不及，挑的寿衣不合她的意。妈不
是一个挑剔的人，他故意这么说，就是不想要麻烦。这就是妈，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子女打算。到最后油尽灯枯的时候，想的都还是自己的孩子。妈真的好爱我们，我不想要妈离开我们，我不想。满月，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再念吧。你不吃东西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呢？妈不行，我是不会吃也不会睡的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妈会生病又不是你造成的，干嘛这样惩罚你自己啊？我不是在惩罚我自己，我是在忏悔。忏悔什么啊？这些年，我陪在妈身边，或许你们都以为是我在照顾妈，但是我常常把妈当我的情绪出口。我只要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我只会对她大小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啊，妈了解你，她不会跟你计较的。我知道妈不会跟我计较，我是在怪我自己，我对不起妈，都是我不好，该受天谴的人是我，可是现在为什么躺在加护病房的人是他？他一定是在帮我受折磨的。我现在除了念经回向给他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才能够去除我这一生的罪孽啊！满月，你想太多了。不管你是要忏悔，还是要帮妈祈福，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。不然如果身体垮了，要怎么忏悔，要怎么祈福呢？满月，你是自我要求太高。我们都知道你对妈尽心尽力，偶尔闹闹情绪难免的，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好不好？你不是跟我们说念大悲咒的时候要心诚才会灵吗？你不补充体力，哪有办法专心念经啊？吃一点吧，吃一点再念经。
你们赶快进来，翁老太太已经醒来了。妈，你总算是醒啊！你敢还会记得我？沧海桑田，过眼云烟，相知相守，没有终点。回首步艰难，携手一起承担。即使渺小如我，也要当你的靠山。总有点点遗憾，是我心甘情愿。即使眼眶有泪，也是淡淡的甜。无悔无怨，感谢上